好的，是同学赛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嚣张狂妄的日本选手，居然在发布会现场一言不合猛踹对手的头部，而在被工作人员拉开后，这家伙也依然不肯善罢甘休，竟再次用难听又刺耳的脏话进行侮辱与嘲讽。看他这龇牙咧嘴的样子，就知道骂得有多难听。然而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寻衅滋事了。只要是他的比赛，那赛前发布会绝对会乱成一锅粥，不是指着对手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就是趁机偷袭殴打对手。而他这样的流氓行为，不仅不会遭到全迷粉丝的抵制，甚至还被超能力直接包装成了真性情、实力的强悍和地位的雄厚。这不少人看不惯他，却又根本干不掉他。此人就是日本最年轻的顶尖拳王卢泽龙城。擂台上的他心狠手辣，不将对手打得当场躺尸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而在获胜之后，不是疯狂的吐舌挑衅，就是从对手的头上跨过以示威风。不少被他击败的对手，在赛后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，都会出现不小的问题。然而卢泽龙城却不仅没有丝毫收敛，还自掏腰包在台下准备了救护车和心理医生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只因他曾不止一次的公开表示，自己练习打拳只是为了能合法的打人。而他自参加综合格斗以来，仅用2年的时间就豪夺30连胜的不败战绩，从而彻底称霸了日本拳坛。丰富的擂台经验和犀利的拳脚组合，更是让他成为了所有日本选手心中无法直视的噩梦。在打遍了日本无敌手之后，卢泽龙城便将目光放到了日益壮大的中国市场上，甚至还声称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都是一群花花架子，根本没有任何实战能力可言。就在他放下了1年称霸中国拳坛的雄心壮志之后，却殊不知早就已经引起了中国勇士的注意。来自山东的硬汉刘聪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即用最快的速度杀往日本东京。然而在卢泽龙城得知本场比赛他的对手是一个中国小伙之后，不仅在发布会现场对小伙大打出手，还用各种污言秽语问候了祖宗18代，甚至还扬言要将小伙打得当场躺尸，除非他叫自己100声爸爸，才会给他留一条活命。嚣张，实在是太嚣张了。不过刘聪既然敢单枪匹马杀入东京，那必定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面对日本狂人的侮辱挑衅，刘聪也当即立下了军令状，表示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抗大战，从台下观众的人数和他们的兴奋程度就能看出来，这家伙在日本有着多高的人气。此时即使登上擂台，日本这家伙不仅摇头晃脑地进行嚣张挑衅，还装模作样地闭着眼睛打醉拳。看他这鬼迷日眼的样子，相信大家都想冲进去给他2拳。反观中国小伙刘聪，则眼神坚定地盯着面前的日本狂人。虽然刘聪并没有坦克邱建良和死神方便的名气大，但他暴揍过的外国选手却一点都不比他们少。更何况，为了打赢这场比赛，刘聪还在赛前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，势必要在日本的地盘上暴揍日本拳王，打出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。再加上卢泽龙城仗着自己有钱老爹的撑腰，就将国际拳坛搞得乌烟瘴气，那刘聪必须要用拳头扫除这个障碍，从而还拳坛一片安宁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黑色短裤是中国选手刘聪，黄色短裤则是日本拳王卢泽龙城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卢泽龙城就被直接打跪在了地上，而刘聪本想上前继续比赛，没想到却被裁判一把推开。要知道，这毕竟是在日本的擂台上进行的一场比赛，遭遇不公平对待和恶意偏袒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此时的日本裁判居然刚正不阿地对自家选手进行读秒，看来卢泽龙城根本就没有将眼前的中国小伙放在眼里，居然没有让有钱老爹提前打点赛事组和裁判。此时刘聪擂台上的进攻欲望和进攻攻势非常强烈，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不是步伐压制，就是用拳头招呼在对手的头上。虽然不甘心的卢泽龙城还能跃跃欲试地发起进攻，但只要他有一点反抗的苗头，那刘聪绝对会在下一秒彻底浇灭嚣张气焰。虽然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，卢泽龙城根本就不是刘聪的对手，甚至无论是拳脚的融洽度，还是对细节的处理运用，中国小伙都能直接甩他10条街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这位日本拳王绝对会遭受到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。
这场比赛结束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恐怕所有人都没想要争霸了日本拳坛的擂台霸王，居然就这么倒在了中国小伙的拳头之下。赛前有多么嚣张，此时卢泽龙城就有多么的狼狈。只是不知道他是已经认清了自己技不如人，还是在后悔没有提前进行打点。但无论是什么，都注定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犬。不得不说，刘聪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。无论是赛前发布会上的霸气回怼，还是在比赛现场的重拳出击，都打出了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力量。刘聪好样的！また今度飲みま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ます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刘聪不是在暴揍对手，就是在暴揍对手的路上。反观卢泽龙城，则无时无刻都在被暴打。但他能有这样的结局，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惹爱国情节严重的中国小伙。这下好了吧？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还让整个日本拳坛都跟着他沦为了笑柄。赛前那么嚣张，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狠家伙，结果在擂台上的表现却是一个活脱脱的小丑。最终，刘聪成功在第一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中国小伙刘聪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